钱我帮你出，不过你得告诉我一件事。什么事？这小子一向以来不喜欢思考问题，只知道吃喝玩乐，逍遥自在，怎么突然过来问他事情了？我想问东子哥，既然有了嫂子，可为什么不让顾伯母知道？顾伯母还给东子哥安排相亲。李俊是在家不小心听到他老妈和一群三姑六婆在那里说东子哥的事情，说什么林一这女人不简单啊啥的，他听不清楚。本来想直接问林一的，可是问不出口，干脆跑来问郑子浩。郑子浩也没想到这小子会来问顾其东的事情，你想知道什么？李俊忙问，东子哥是咋认识嫂子的？还有我发现嫂子手里的戒指明明是杜柔姐的，怎么会跑到嫂子的手里？他也是刚刚去病房看林一的时候，注意到林一手上的戒指的。第38章，做个测试，他们7年前认识的。他们7年前就认识了？李俊震惊，他们在一起这么久了，顾伯母不可能不知道啊。什么中途分开过5年？为什么分开？分开了还能在一起，那他们的感情肯定很好。为什么分开？郑子浩想，也许是老天爷觉得他们太幸福了，怕他们的感情太脆弱，想要给他们一定考验，然后他们在一起才会长久。5年前的那一天，好像是平安夜，他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聚会，当时林一和顾其东还很好。可是顾其东接到一个电话后，脸色焦急，匆匆忙忙的就走了，留林一一个人在聚会上。后来顾其东3天没有来学校，所有人打他的电话他都没有接，连林一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3天后，顾其东面色憔悴的出现了，他拉起正在食堂吃饭的林一就往操场上走，他们一群人一头雾水的跟在后面，心里都猜想着到底怎么了。顾其东问林一，林胜在哪里？当时林一被顾其东的语气吓到了，他可能是从来没有见过温文尔雅的顾其东居然会这么大声的吼人。林一愣住沉默，顾其东摇着他的身子，不停地问林胜在哪里。我不知道。林一同样朝着满眼充血的顾其东吼道。顾其东居然扬起了手，想要打林一，可是最终并没有落下去，他控制住了。郑子浩记得顾其东当时的眼神特别的复杂，也特别的吓人。之后，郑子浩才知道，原来林一的哥哥林胜强女干才17岁的顾其北，也就是顾其东的弟弟，导致顾其东的弟弟神志失常。李俊听完郑子浩说的，惊愕不已，原来小北去新加坡不是去度假，而是去看病休养，怪不得这些年顾家一直不让人见小北。这样的恩怨纠缠在一起，林一要跟着顾其东，怕是还有很多艰难的路要走。林一的病房里，顾其东坐在床边给林一削苹果，林一支支吾吾的开口说，其东，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我哥？顾其东的动作一顿，抬起头看了一眼林一，接着继续削苹果，等你的脚好了，我带你去。我的脚只是有点烫伤，好的差不多了。在我看来你还没有好，如果你想要见林胜，就听我的。顾其东将削好的苹果递给林一，林一拿过苹果放在床头柜上，并没有吃。顾其东没有办法体会他的心理，他想要见他哥，只是想要确保他安全，他不过是担心他。不喜欢吃苹果？我剥个橘子给你。顾其东没有理会林一负面的情绪，从水果篮子里拿出橙黄的橘子。林一伸手从他的手中夺过橘子，扔回果篮里面。我不想吃。顾其东瞧着林一微怒的眼眸，叹了口气，林一，你哥哥他在精神病医院，他的情绪不稳定，并不适合见人。精神病医院？林一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哥哥会住在精神病医院，他怎么会在哪里？他为什么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那里。顾其东很坦然地回答道。林一，别瞪着我，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顾其东苦笑，你怀疑是我把他逼疯的是不是？如果是我，我就会承认。林一咽了口水，声音哽咽地道，不是你，还有谁？我知道，还有可能是你母亲。林一想到一些过往的事情，情绪有些激动起来，当年是我哥哥的错，我哥哥也有心道歉赔礼，
他甘愿受罚。可是你母亲步步紧逼，害我哥他连我妈的最后一面也没有见着。你知道吗？我妈在死的那一刻都一直在喊我哥的名字。我爸不过是爱子心切，不想让我哥坐牢，就贿赂了一些官员。可是你顾家的势力多大，逼着我家倾家荡产。我爸不负压力，终于病倒了，他患了老年痴呆症。林一，过去的事情是，那些事情都过去了。可是你母亲还是记恨在心，她永远都不会让我进你们顾家。顾其东，我们和好是我说的，我也想我们好，可是我们能好吗？眼泪氤氲在眼眶中，林一眨了下眼睛，潸然泪下。顾其东，我会觉得累。顾其东猛地将林一抱入怀里，轻拍着他颤抖的肩膀，感觉到胸前一股湿热，心里也跟着难受。林一，你说过我们要在一起。林一哽咽，没有说什么。也许是哭累了，林一躺在顾其东的怀里睡着了。顾其东看着他红肿的眼睛，心疼地摸了摸，低头亲吻他的额头。他知道他这些天情绪压抑得太久，哭出来也是件好事。他母亲的出现让他想起了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可他不想听到他说累，他怕他后面会紧跟着一句我们不要在一起了。分手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以后一个人的独处。接下来几天，顾其东和林一开始了冷战，林一不怎么说话，顾其东也没有刻意去讨好他。顾氏集团的事情又很多，顾其东也只有晚上的时候来陪林一。林一自己觉得他的腿可以走了，不需要住在医院，可是顾其东没有同意他出院。无法，他仍旧只能住在消毒水气味浓重的医院里。这天，很意外的，杜柔出现在他的病房里。林一第一个想法是惊讶，第二个想法就是告诉陆浩秋。杜柔率先开口，林一，你还好吗？林一点点头，我没事，你这些天去哪里了？浩秋很着急，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这市，不知道为什么，当他到达火车站的时候，他居然没有勇气上车。他不想要离开有他的地方，所以选择留下，在乡下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住下。林一想起杜柔一声不吭离开，他突然有些为陆浩秋生气。你来看我，我很高兴。浩秋也受伤了，酒店又被大火烧了，他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你有没有去看过他？林一，他不需要我。杜柔瑟瑟地笑，5年来，他公事上的事从来都不会跟我说，也不会想到我帮他分担压力。但是，林一，他会对你说。杜柔，你一直在误会。林一心里不说，可还是隐约猜到杜柔心里的那根刺。杜柔在椅子上坐下，将手提包放在膝盖上，看着林一。林一，因为你是被爱的那个人，而我是去爱的那个人。你是享受这种被爱的感情，而我是去爱，却爱了一个不爱我的人，我是伤痛的。一个人的记忆对于欢喜和伤痛，往往记忆最深刻的会是伤痛，因为心会疼。林一拉过杜柔的手，急切地解释，我一直把浩秋当作最好的朋友来对待，我和浩秋从小一块长大，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他有儿女情长。杜柔扯开林一的手，轻轻地道，你不想不代表他不想。杜柔想到陆浩秋皮夹里深藏着的一张照片，眼里透露出一丝的悲哀。先不管浩秋他怎么想，他已经娶了你，你是他的妻子啊。妻子吗？那要看看我这个妻子对他而言有多重要了。杜柔勾唇浅笑，笑得有些苍凉。林一，我们做个测试好吗？第39章，离婚，什么测试？杜柔简单的说了一下，见林一没有反对，他从包里拿出手机，拨通了陆浩秋的电话。杜柔，是我，浩秋，我想见你。杜柔的声音很柔和，平静。林一此刻突然不想玩了，他不想去测试。杜柔打断电话，抬头看向林一，示意他动手，不打吗？杜柔，你别这样，这样的你突然让我觉得陌生。这样的咄咄相逼，不是大方温柔、善解人意的杜柔。杜柔笑而不语，直接拿过林一的电话拨打了陆浩秋的号码。林一见势不妙，忙伸手去夺，电话已经接通，可林一这一抢，手机掉地摔了。
杜柔与林一对视了一眼，弯腰将手机接起来，组装好，却没有开机。我约了他在星巴克见面，从酒店到星巴克开车不过10分钟，到这里一试。杜柔，你不要玩了，把电话给我，让我打个电话跟他解释一下。林一心里着急。玩？杜柔看着手里林一的手机，他不是在玩，他是在让自己死心。10分钟对杜柔而已是煎熬的。这10分钟里，杜柔回想了很多和陆浩秋的点点滴滴，有开心，有难过。手机铃声响了，是杜柔的手机。林一突然感觉松了口气，笑看着杜柔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杜柔，对不起，我可能要迟一点到，给我半个小时，半小时后我去见你，你等我。这一刻，杜柔眼眶一点一点的湿了，突然她笑了，眼里是前所未有的灰败，仿佛有人瞬间抽走了她所有的力量。好，我等你。电话挂断，病房里是死寂的沉默。林一看着没有一丝活力的杜柔，心慌。杜柔，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杜柔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站起身，把关机的手机还给林一，对着他一笑过后，转身离开。林一喊杜柔，他却再也没有回过头来。林一忙开启自己的手机，打陆浩秋的号码。浩秋，快去星巴克，快去！我正在去的路上，我在路上出了一点小事故，车坏了，我只能打得去，可现在路上有点堵车。陆浩秋的声音在一片鸣笛声中，声音焦急。林一顿住了，不知该如何反应。这次真的是杜柔误会了。浩秋，快给杜柔打电话，快点！再慢就来不及了。杜柔，你千万别关机，浩秋他去找你了。造化弄人，杜柔在走出林一的病房之后就关掉了手机。陆浩秋自然是没有打通杜柔的手机。他赶到星巴克的时候，等待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和一张已经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林一从医院出来赶到星巴克，看到的就是陆浩秋坐在那里，眼睛一直盯着手里的一张纸。当林一走近，看清楚那是张离婚协议书，震惊，猛然抬起去看陆浩秋。我是该放手了，不爱他却一直绑着他，是我自私。你不爱他，为什么娶她？林一突然有点冒火，不是因为爱情的婚姻从长久吗？陆浩秋现在承认他不爱杜柔，让林一很生气，他觉得陆浩秋害了杜柔。陆浩秋凄惨的一笑，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你林一吗？可是陆浩秋并没有说出来。而杜柔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离婚，他曾经说过他不会自己离开他，除非他不要他了。可人心会累，不想一直待在死胡同里面不出来。陆浩秋最终签字了，他想着放手，放杜柔自由。他一直以来都没有爱过杜柔，心里一直觉得是亏欠她的，所以对她好，好到误以为自己已经爱上她了。林一气的坐在星巴克里不走了，之间点了一杯卡布基诺，坐在那里看着陆浩秋，觉得心烦，就赶他走了。婚姻原来也不坚固，说离婚就离婚。林一想到了自己和顾其东的婚姻，他们的婚姻又能走多久呢？顾其东下班后去医院看林一，进了病房发现没人，顿时黑了脸。林一接到顾其东电话的时候，正出神地瞧着窗外的风景。顾其东的声音很冷硬，开口就问：你在哪里？顾其东，我突然觉得很悲伤。你在哪里？顾其东咬着牙问。我呀，在星巴克喝咖啡。林依依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林一觉得坐在星巴克里索然无味，就站起身走到门口，外面方才还晴空万里，这会儿下起了毛毛细雨。微凉的风吹来，有些冷。林一缩了缩身子，犹豫着要不要回去再坐一会儿，等雨停了再走。正在他思索的时候，一双擦得雪亮的皮鞋出现在他的眼下，他缓缓抬起头，率先看到的是他微翘的下巴，再往上是一张熟悉的俊脸。第40章，传说中的二更。顾其东一只手撑着伞，用另一只手将林一搂入怀里，两人贴得紧紧的，林一能感觉到从他身上传来的热气，驱散了他的寒意。
进入车内，顾其东便伸手从车内抽出几张餐巾纸，擦拭林一微湿的黑发，动作轻柔。他微凉的手指轻擦过他的脸颊，林一微颤，心突然间紧绷。车内的气氛沉默寂静，林一甚至可以听到顾其东平缓的呼吸声和自己加快的心跳声，手有些不知所措地垂在身侧。明明他什么也没说，他却明明其妙的紧张。他的沉默让他觉得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他生气了，他怕他生气。之前两人分明是在冷战，现在呢，似乎比冷战更煎熬。林一出声打破着沉默的气氛，我从医院出来是为了浩秋，又是陆浩秋。顾其东冷眼扫视着他，他和杜柔离婚了，我只是过来看看。你是来恭喜他离婚的吗？他离婚关你什么事？顾其东将手里的餐巾纸一收，紧握在手心，眉目之间升起一股怒气。林一觉得顾其东神经病，突然不想跟他说话，转过头看向窗外，眼里有些温热，一股热气涌了上来。林一咬着唇看着窗外，却从窗子上看到了顾其东微凉的眼眸，心一揪。顾其东深吸了口气，清楚自己口气很差，可是一碰到陆浩秋他就不能平静。这种心态是从陆浩秋为了林一而选择和杜柔结婚开始的。陆浩秋能为了让林一安心，他能和不爱的结婚。顾其东是怕林一有一天发现陆浩秋的好，选择离开他。你的腿刚好，不宜多走动。顾其东轻轻地说，目光一直盯着他的背影。林一咬了咬牙，猛然转过身，抱住顾其东的颈脖，一股湿热滑入顾其东的颈脖里。他不想和他冷战，不想和他吵架了。知道他紧张他，跑来星巴克接他，知道他跑出医院见陆浩秋会生气，全是因为他在乎他。如果他不在乎他，他怎会紧张？林一吸了吸鼻子，缓缓地说，他们离婚了，我不开心。我怕我们的结局会跟他们一样。顾其东听着林一哽咽的声音，心一紧，伸手抱住他，唇贴在他耳边，不会的。林一听到顾其东的承诺，泪水流得更加的肆虐，他在他怀里抽泣着。为什么这些天你一直在哭？顾其东拍着他的脊背，我曾经说过，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哭，你忘了吗？没有，因为你在我才会自在的哭，你不在我不会哭。顾其东叹息，抱紧了怀里的人，他只在他怀里哭，是一种特权吗？突然觉得有点好笑，为他心疼，分开的5年他都没有哭吗？林一将眼泪鼻涕全蹭到顾其东的西装衬衣上，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看着顾其东，眼里略有愧疚。顾其东看着他红肿的眼睛和鼻子，低头瞥了一眼被蹂躏的衬衣和西装，厌恶地说了一句，真恶心，嘴角却是翘着的。你敢嫌弃我？林一昂起头，不悦地看着他，就嫌弃你？哼，我继续蹭，反正你都嫌弃了，也不嫌多嫌弃一点。说着，林一又蹭了几下，骄傲地抬起头看着他，一副你想怎样的欠揍表情。顾其东无奈，勾起他的下巴，吻了吻他的嘴角，你也就敢欺负我？林一瘪了瘪嘴，谁欺负他了？他不欺负他，不吓他就很好了。你哭得真丑。顾其东粗糙的手指摩挲着他嫩嫩的脸颊，爱不释手。你倒是哭个漂亮的给我看看呀。林一抬手想要拍掉他作乱的手，顾其东一把抓住他的手，放在他身后，将他压在椅背上，对着他小巧的耳朵吹了一口气，暧昧地说，想不想在车上试试？林一身子一颤，猛地推开顾其东的身子，坐正。去死！脸颊发烫。顾其东失笑，林一，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不过是问要我在车上哭给你看吗？林一瞧着顾其东狡黠的笑容，脸色一黑，这男人在捉弄他，气愤，他抬手捶打他的胸。好了，不玩了，我们回家。顾其东任他打了几下，替他系好安全带，开动了车子。林一瞧着前面的路况，转头问，我们不去医院，回家？你不想住医院，那么我们回家。林一抿嘴笑，想他们冷战结束了。林一的腿是烧伤，有着淡淡的疤痕，郑子浩已经尽最大的努力让疤痕看不太清楚。
夜色浅浅，林一盘腿坐在床上，瞧着自己腿上的疤痕，有些出神。顾其东从浴室洗完澡出来，看到的就是林一穿着白色吊带睡裙，因为她弯着身子，一侧的吊带滑落在手臂上，露出一大块白嫩细腻的肌肤，简直就是一种诱惑。他上前走在她身侧，情不自禁地低头亲吻了一下她裸露的香肩，轻轻的，不带一点欲望。林一肩上一凉，转过头去，这时顾其东顺势吻住了她的唇，两人紧紧地挨着，可以听到彼此之间的呼吸声。顾其东误以为她怀孕之后，就一直尽量避免亲密，免得惹祸上身。可此刻他的心里是渴望她的。他清新的烟草气息毫无忌惮地缠绕在他的鼻端，明明他只是浅浅的吻，可他的心却是强烈的颤动着，紧紧咬着唇畔，双眼紧盯着他的眼眸。顾其东笑，微微离开他的唇，想什么？想你的唇有没有吻过别的女人？林姨妈撒着顾其东的唇角，其实她什么都没想，只是随口这么说了。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林一学着顾其东的样子，勾起他的唇，笑着亲吻了一下他的唇。有，就给你消消毒，顺便贴个印章，写上林一专属。没有，就奖励你一个香吻。我比较喜欢印章。他的话语一落，林一就像个强盗一样扯开顾其东的衣领，在他的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突然的痛感让顾其东身子微微一颤，不觉咧开嘴笑开，笑骂道：杜甫。题外话，推荐一下顾其南，诱婚，已婚是爱的男主，第41章，补偿，我喜欢当杜甫。林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口咬住顾其东的下巴。顾其东抱住他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身下，咬着牙说：你还咬上瘾？说着去抓林一的痒，林一很怕痒，忙躲着身子，笑抽了，忙求饶，不咬了，不咬了，我给你揉揉。此时顾其东的睡衣早就在拉拉扯扯当中掉到了腰际，露出强健的胸膛。林一看着差点想要流口水，因为他的身材真是太好了，百看不厌，每次都让他心跳加速，看着好想吃豆腐啊。付之于行动，林一毫不顾忌地摸着顾其东的胸膛，顾其东，你要保持锻炼，可不能发福长出肥肉来。如果发福了呢？顾其东很享受这种感觉。那我就不要你了。林一抬头看他，发现他下巴处有他的牙齿印，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情难自禁地亲吻了一下他的下巴。这个印章我喜欢。你都不要我了，还印印章干什么？顾其东像是小孩子闹别扭一样。林一笑，猛地抬手搂住顾其东的颈脖，面颊紧紧贴着他的脖子。顾其东，你真可爱，我喜欢。一个男人如果深爱着你，他必然会在你面前露出他纯真、孩子气的一面，不管这个男人有多成熟。可男人是需要自尊的，这句可爱明显让顾其东不太舒服，他的唇重重地压着他的，啃咬、吮吸，逼迫着他的与他相抵交缠，霸道地索取着他的甜美。林一情不自禁地回应着他，情动并不意外。林一听到顾其东的呼吸渐渐粗重，大掌轻而易举地扯开了他的睡裙，索要着他的每寸肌肤，心狂跳。他咬着唇，不想喊出声，可当他的敏感在他的口里辗转着，他忍不住地呻吟出声。身子烦躁，林一紧紧地贴向他，手也迷乱地在他的背脊上抚摸。他从来不是愿意忍的，他想要就会说，并不矫情。夫妻恩爱不过是件寻常事，但顾其东却在他最情动难熬的时候突然抽身离去。你怀孕了。他粗喘着说完4个字，就走进了浴室。林一灰败地躺在床上，扯过一旁的被子盖住身子，瞧着头顶的天花板，很想要朝着顾其东喊，她根本就没有怀孕，却没有说出口。没有得到满足的身子难受，林一在顾其东出来的时候，转过身子背对着他，不去理他。怎么了？身子不舒服？顾其东上床，拥抱住他。林一愤愤地说，你家老二跟你的左手还是右手做完了？你难道还要跟我的手吃醋吗？顾其东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想做而不能做是一件蛋疼的事情，女人也一样，虽然说女人并没有蛋。林一哼哼了2声，顾其东却是笑，抱着他的身子，睡吧，等过了3个月，我会补偿你的。谁要你补偿啊？谁说话，我就说谁。我才不要你补偿。那你补偿我。不要，睡觉。神经病一，刺鼻的消毒水味道扑面而来，伴随着一股阴冷的风。林一突然觉得有种无端的恐惧，他紧攥着顾其东的手。我哥在这里多久了？林一看了这周围的坏境，转过头问向表情自若的顾其东。5个月，我也是无意间知道你哥在这里。那是医院做广告，顾其东很偶然的电视里看到了林胜的身影，之后他特意过来医院看了一下，才确认他真的在这里。顾其东带着林一走到一间病房前，门是锁着的，顾其东让跟在身后的护士把门打开。为什么要锁门？林一突然觉得他哥好像一个犯人被关在这里。护士开了门，轻声地说道，病人的情绪不稳定，怕他出去会伤害到其他人，所以我们要锁门。病房门打开，一个穿着蓝白色病号服的男人坐在床上傻乎乎地摇着头，看到有人进来，欢喜地跑过来，对着他们嘿嘿地傻笑。这个男人与林一有7分相似，只是表情有些呆滞。哥，林一拉住林胜的手，有些激动，可看到他这傻乎乎的模样，又难过起来。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林胜欢喜地看着林一，转头看向顾其东，露出慌张胆怯的表情，竟然躲到了林一的身后，颤抖着身子不敢看顾其东。林一颇有些无奈，哥，你怎么怕其东呢？林胜不说话，一个劲地往林一的身后藏躲。其东，你能找个专家看看我哥的病吗？他不能一辈子都这个样子啊。我会安排的。顾其东若有所思地看着林胜。林一拉着林胜到床边坐下，接过顾其东手边的水果篮子，挑出一个橙黄的橘子，包好放到林胜的手上。林胜兴奋地将橘子放进嘴里的咀嚼，笑得像个孩子似的。你和你哥聊一会儿，我出去走走。顾其东出了病房。林一看着顾其东出病房，转头看向林胜，见他眯着眼睛紧盯着顾其东的背影。哥。林胜收回目光，眼神混沌，对着他嘿嘿的傻笑。哥，你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样？你什么时候会好？林一捋捋他耳边凌乱的秀发。我嫁给顾其东，已经是他的妻子了。我不知道做的对不对，可我的心是想的，想嫁他为妻，不管是非恩怨。林胜倏然瞪大了眼睛，抓紧了林一的手臂，手劲挺大，抓着他生疼。哥。林胜嘴里含含糊糊地嚷着什么，烦躁懊恼。林一陪着他在病房里坐了一会，观察他需要些什么，下次来看他可以给他带过来。顾其东带着林一离开的时候，在林胜的耳边说了一句话。第42章劫走。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林胜的手紧攥着床单，脸上却还是傻愣的表情，嘴角还是勾着的。而顾其东的话是，若是不想让林一在我身边受苦，就早点清醒过来。看过林胜之后，林一的心特别的沉重，坐在车上头，依靠在车窗上，目光看着窗外发呆。怎么了？顾其东伸手握住他垂在身侧的手，关切地问。林一没有回过头，瑟瑟地道：7年前的我从没有想过，现在我家会变成这样。爸住在老人院，而我哥住在精神病医院。你哥会尽快好起来的。顾其东的心其实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他的哥哥得到应有的下场，另一方面又想到他是林一的哥，希望他过得好。林一回过头，瞧着顾其东宠溺的眼神，露出一个笑：有你在身边，真好。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齐北是不是也回来了？我能见他一下吗？林一想起那个阳光帅气的男孩子，他本应该是活在阳光下的，却硬是被遮上了一层阴霾。他的身体好了很多，明天我带他出来见你。车子一路开着，到别墅前，顾其东率先下车，走到林一的车门旁，替他把车门打开，又伸手挡在他头顶之上，避免他的头撞到车顶。其实你不必要这么绅士。
其实是林一有些不太习惯顾其东的身世，5年前的顾其东是经常这样的，可5年后的顾其东让林一觉得他这样做与他现在的气质不配。他以往是谦谦君子，极有绅士风度。林一觉得现在的顾其东多了更多的狂野因子，少了一份温和。不管是哪样的他，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顾氏集团大楼，顾其南几个大步走进总经理的办公室，将一份文件递到顾其东的面前。顾其东瞥了一眼文件，抬头看向自己的弟弟顾其南，查到了？不出你的意料，他的确是装的。顾其南面无表情地道：装的吗？目的是什么？顾其东盯着文件，眉头轻锁，思索着。我暂时还不能确定放火的是不是他，不过再过些时日就可以查清楚。我想问一声，如果确定是他，需要我将他抓起来了吗？顾其南向来是特有主见的，只是在一些事情上还是要问问自己的大哥。顾其东摇头，在还没有搞清楚一些事情之前，最好不要揭穿。夏天悄然离开，秋季清爽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树叶飘落一地。公园里，顾其北穿着一套白色运动套装，头发剪得很短，脸色红润，看似身体真的好了很多。小北，我是林一姐。林一看着顾其北，一姐，我的病好了。顾其北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示意让林一也坐下。一姐，很抱歉我妈对你家做的一切的事。那个时候我的神志不太清楚，如果可以，我一定是会阻止的。小北，对不起，我替我哥对你说一声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林一不是矫情的人，可对着顾其北就是有着一份愧疚。那件事让阳光朝气的男生从天堂坠入了地狱，罪魁祸首是他的哥哥。顾其北看着面前的一棵树发呆，看着树叶纷纷落下，黄色的树叶布满在地面上。想起那个时候的林胜，高大俊朗，林胜从见到他开始就没有掩饰对他的喜欢，他还在情人节的时候给他惊喜，向他表白。当时的顾其北是特别抗拒这种同性之间的爱恋，所以他躲着林胜，不敢看到林胜。他还学着一些富家子找女人，可不知怎地，他对那些打扮得娇艳的女人并不感兴趣，他硬不起来。那个时候，他将原因归咎于自己年龄还小，毕竟那时他才16岁。他躲着林胜，却会不时地想起林胜。他记得他是一次和朋友聚会的时候，无意间认识林胜的，后来得知他是大哥女友的哥哥，就觉得格外的亲切，便和他玩在一块。林一足足比他大了10岁，非常懂得照顾人，对他呵护备至，他认为那是哥哥对弟弟的照顾。后来林胜直接跟他挑明，他就想方设法地躲着他。他很气，明明他们相处得好好的，他也很喜欢这个哥哥，可为什么要将事情弄成尴尬的境地？林胜没有见到他，就发了疯地找他。那一天，他找到江南旅游的他，二话不说就脱他的裤子，后来他就疯了。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现在他还好吗？顾其北问林一。林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顾其北说的是谁。我哥他不好，他病了，在医院。林一有些艰难地开口，他不知道顾其北的心思，他以为他恨着他的哥，所以出于私心，他不怎么愿意多说他哥的事情。他生了什么病，怎么会在医院？顾其北略有些紧张地问。林一想起自己的大哥，不由得面露愁容。我也不清楚，才几天前知道的，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他在精神病医院，他的精神不太好。林一并不多说什么，简单的说了一句，想着也许顾其北也不爱听。顾其北脑中想起那个稳重霸道的男人，他这样的人居然会住在精神病医院。他那么爱自尊，怎么会愿意住在那里？次日，顾其北寻了机会出门，专程去了趟精神病医院。当他看到医院里浑浑噩噩的林胜时，他说不出心里的滋味，酸酸的带着苦涩，竟有种想要哭的感觉。他应该是恨他的，可这一刻，他的心里似乎已经没有了恨。张慧欣派人去查林一回国后的所有资料，结果确认了他和顾其东真的登记结婚了，他差点气得吐血。
当天，他就派人把林一的父亲从老人院接了出来。林一接到老人院打来的电话，正在家里给顾其东准备晚餐，听到老人院说他的父亲被不知道什么人给接走了，他手里的盘滑落下地，摔成碎片。刚好顾其东开门进来，听到声响，立马跑进厨房，见到林一拿着手机呆愣在原地，茫然抬起看着进来的顾其东。怎么了？我爸被人劫走了。林一无措地看着顾其东。第43章被逼堕胎，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你别担心，有我。顾其东抱住林一，拍着他的肩膀，给他些许安慰。林一木然地坐在沙发上，而顾其东则站在阳台外面打电话。我已经派人去查了，别担心。顾其东拉着林一冰冷的手，轻轻地揉捏，想让他暖和点。其实他心里隐隐猜到是谁把林一的父亲劫走了，他需要确认一下。这些天他一直忙着查出纵火的人，却忘了他的母亲一直想要分开他们，他必有行动。只是没想到他把心思动到了林一的父亲身上。林一是坐立难安，他昨天才刚去老人院看过父亲，他一切都很好，脑子也清醒了不少，见到他就叫他囡囡。此刻他却不知道他在哪里。顾其东将饭菜热了热，拉着林一在饭桌上坐下，你吃点，我们慢慢等消息，不会有事的。我不想吃。林一有气无力地说。林一抓着手机，此刻手机里发来一条短信：想见你父亲，到某某咖啡馆来见我，7点钟。记得不要让其东知道，否则后果自负。谁的短信？顾其东关切地问。林一装作个没事人一样，将手机放入口袋，垃圾短信，我们吃饭吧。说着，他捧起碗吃饭，眼睛却一直瞄着墙上挂着的时钟。现在是6点20分，还有40分钟。怎么光吃饭不吃菜？顾其东夹菜给林一，瞧着林一紧绷的神情，他感觉到他的不对劲。林一随意吃了几口，就放下碗筷，起身要出门。顾其东喊住他，问：你去哪里？我出去找找。我陪你去。林一忙拒绝，不用，我自己去。说着，快步走出了别墅。顾其东岂会蠢到在别墅里等他？他明显看完短信就不对劲了。他没走几分钟，顾其东就跟了出去。同时去查的人也发来短信，告诉他是谁劫走了林一的父亲。某某咖啡馆，林一进去的时候就直接看到穿旗袍的张慧欣，他快步走上前，坐在他对面，直截了当地问：是你劫走了我父亲，你想怎么样？真没有礼貌，你不应该笑问声好吗？我现在是你婆婆。顾其东的母亲在说婆婆这2个词的时候，脸上充满的讽刺。直接说吧，你想要怎样？我不想和你绕圈子，你也不会愿意我喊你婆婆，顾太太。林一语气冰冷，他一点都不意外顾其东的母亲知道了他们结婚的事情，这件事迟早会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张慧欣讥笑，你和其东瞒着所有人擅自结婚，你以为你能瞒多久？你想成为顾氏集团的女主人，简直是做梦。可笑的是，我现在已经是顾氏集团的女主人，你的儿媳妇。顾太太，我说了我不想和你在这里浪费口舌，你说你的目的吧。林一目光扫视着面前的女人，顾其东的母亲极其爱穿旗袍，旗袍也确实很衬她，可是现在她张牙舞爪的神情有点侮辱了旗袍。张慧欣喝了一口咖啡，用纸巾擦了擦唇角，盯着林一的肚子看。我的目的就是让你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还有跟祁东提出离婚。林一伸手摸向自己的肚子，明明肚子里没有孩子，可他还是感觉到了一丝抽痛。没想到顾祁东的母亲这么狠，他讨厌他到连自己的孙子都不要。好，我同意打掉孩子。明明就没有孩子，打不打掉也没什么区别。只是我提离婚，祁东未必会同意。你最好是让他提出离婚，我会同意。林一心里想的是，顾祁东绝不会向他提出离婚。张慧欣摆弄着桌上的手机，抬眸笑看着林一，得意的笑。你刚才说的2句话，我怕我儿子已经听到了。
你觉得一个男人若是听到自己的女人说要打掉他的孩子，他会作何感想？他还会义无反顾地爱这个女人吗？听到张慧欣话，一股寒气从脚底窜起，身子微微颤抖。不敢想，若是顾其东误会了怎么办？他很期待他肚子里的孩子。他这样的大男人，这些天将家里的尖尖角角都包裹住了，就是怕他摔着磕着。此刻，他听到他要打掉孩子，他心里会怎么想？林一突然有点害怕啊。他想着，回去之后，他会好好跟他解释，告诉他她没有怀孕，如果他想要一个孩子，他愿意为他生一个。郑子浩的私人医院，林一坐在床上，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很生气地瞧着他，这位小姐，你明明没有怀孕，堕什么胎？你当我们医生很闲吗？没有，对不起。你能不能告诉外面的人，我已经堕过胎了？拜托，求你了。林一双掌合十，请求医生帮他撒个谎。只有让张慧欣相信她真的怀孕了，而且把孩子打掉了，她才会放了他父亲。医生看着他，脸色焦急，双眼泛红，于心不忍。虽然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可一个女孩子家这样求他，他也不好再说些什么。无奈的点点，算是同意帮他说谎了。谢谢你，医生。林一忙下床，谢道。医生却突然怒言道，回床上躺着。林一被他一下，以为他反悔了。医生，要做戏就做真一点，回去躺着。你以为堕胎只要这么点时间够了，等差不多了再出去。医生将嘴上的白口罩重新戴上，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待时间。原来如此，林一只好重新躺回床上，其实心中是忐忑，虽然堕胎是假的，可是他竟有种真的要堕胎的感觉。而且他不知道顾其东的态度，他是怕顾其东的，因为爱而怕。顾其东这些天来对他呵护备至，多半是以为她怀孕了。若是他认为他将他的孩子打掉了，他有多气愤，林一而想而知。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地走，林一的心跟着时钟的转动而跳动着。林一从和张慧欣从咖啡馆来医院之前，就将手机给关机了。此刻他握着手里的手机，咬了咬牙，按了开机键。题外话，求收藏啊！第44章，失望，心伤。手机一开机，就有无数个未接电话显示出来，都是顾其东的。心慌了，电话铃声响起，是顾其东的号码。林一握紧了手机，心里犹豫着是接还是不接。快接啊！医生听着铃声烦，催促着林一接电话。电话接通，顾其东不冷不热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林一，回来。林一声音一下子哽咽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叫他回去，明明是一句不咸不淡的话，却在林一的心湖掀起了骇浪。他一个字不提孩子，实际他是紧张，是害怕的。他的话语好似他不回去，他就永远都不用回去了。林一心里酸楚，牙齿咬破了唇，血腥的血液流入嘴里。他想要解释，想要说他根本就没有怀孕，只是为了骗他母亲。在林一出口之间，顾其东决然地挂断了电话。林一一下子就哽咽住了，喉咙有点难受，想要哭。林一伸手遮不住口，不让自己哭出来。哭？为什么哭啊？林一觉得自己其实根本没有理由哭，孩子本来就是个谎言，没有了就没有了。林一看着手中的结婚戒指，心里全是顾其东生气发怒的模样。郑子浩推门进来的时候，林一正抽泣哽咽着，他震惊地瞧着林一。其实他也是刚知道林一来堕胎的事，一知道他就赶了过来，看到手术室外面等候着的张慧欣，他整颗心就吊了起来。在手术室里面可是顾其东最在意的女人，而那个女人肚子里正怀着顾其东的孩子呢。他推门一进来，看到的却是林一坐在手术床上红着眼抽泣，医生则无聊地坐在一旁。怎么回事？林一回过神来，对着郑子浩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扶着床边走下床。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手术室门口，手搭在小腹上，脸色苍白。手术室外面，张慧欣看到虚弱的林一出来，心中竟有几分不忍，但仍是咬了牙问：孩子没了？
林一狠狠地瞪了顾其东的母亲一眼，手扶着墙，冷笑道：“孩子没了，你满意了？”林一肚子里孩子毕竟是顾其东的，是他的孙子，他也有点心疼。可孩子已经没了，他现在说后悔也没有用，冷着口气说：“我当然满意了，不过等你跟其东离婚了，我会更满意。我说过，只要顾其东提出离开，我会同意。现在，请你将我父亲放出来。”张慧心笑：“我向来说话算话，我已经派人将你父亲送回老人院了。林一，别忘记你说的，只要我儿子提出离婚，你便同意。”是，我想快了。他儿子知道林一把孩子打掉了，估计不会轻易原谅他，极有可能提出离婚。林一嘴角的冷笑僵住，咬着牙转身往医院外面走。郑子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了顾其东的母亲一眼，快步追上林一：“我送你回去。”林一没有拒绝，他有些累了，想要回家。外面的天空一片蓝，阳光灿烂。林一坐在郑子浩的车里，看着外面的旭阳，心里却埋上了一片阴霾。顾其东会提出离婚吗？他突然没有那么肯定了。别墅里一室寂静，市区东郊某小区的一套公寓内，公寓里的装修十分的雅致，欧式风格，有情调。顾其东歪七倒八地坐在地毯上，脚边倒着一地的酒瓶子，他醉红了脸，嘴里还念念有词。陈素素坐在一旁的单人沙发座上，无视地毯上醉醺醺的某人，神情自若地看着手里的时尚杂志。片刻没有听到声响，他微微撇头看向顾其东，见他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手中还拿着酒瓶子，酒水从瓶子里倒流出来。陈素素自言道：“害我又要换毛毯了。”陈素素是3年前被顾其东捡回家的，当时她落魄地睡在街头，是顾其东将她领回了这所公寓。从知道顾其东的身份之后，她以为顾其东会让她当他的情妇，可是没有。从后面一天天和顾其东的相处，她发觉这个男人骨子里是温和细腻的，他慢慢的不再似刚开始的不爱说话，他会跟他说一些事情。同样，顾其东也会把他的烦恼事告诉他。就这样，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红颜。这3年里，陈素素听到最多的字眼就是林一。她想，这个唤作林一的女子在顾其东的心里是极其重要的。今天很意外顾其东会来这个公寓，因为他已经3个多月没有来了。他一进公寓就叫他把他所以珍藏的酒全部拿出来，他也没有问他为什么，听了他的话，将酒全部放在他面前。一直温文尔雅的顾其东像个酒鬼似的不停地喝酒，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陈素素听得最清楚的就是林一这2个词，她想，这个女人肯定是回来了，而且伤到她了。情爱从来是最伤人的，陈素素在3年前就知道了，所以不愿意再触碰了。陈素素将手里的杂志放在茶几上，站起身走到顾其东的身旁，使出自己最大的力气将顾其东扶到沙发上。顾其东太重了，竟将他压到了沙发之上。这时，顾其东西装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陈素素使足了劲推开顾其东，从他口袋里拿出手机。喂，顾其东，你干嘛？顾其东突然将手臂甩到他身上，陈素素轻呼，拉开他的手臂，重新将手机放到耳边。喂。第45章，喝酒发泄，手机被挂断了。陈素素看了下上面显示的名字，不看还好，一看，陈素素心中大喊糟了，是林一打来的电话。陈素素呆了，看了看身旁的顾其东，这下这位叫做林一的女人误会了。陈素素指着顾其东的鼻子道：“你活该，有事不找他好好聊聊心，来我这喝啥闷酒啊？这下可好，他误会了，我可不会帮你解释，你的破事你自己处理。”说着，陈素素站起身，将顾其东往沙发上一推，让他躺睡在沙发上。他从房间里抱出一张厚厚的毯子，让顾其东身上一扔，盖好。开了一盏墙头灯，陈素素打了个哈气，转身回房。她要回房间睡觉，就让顾其东在这里凑合睡吧。林一怎么也没有想到接电话的会是一个女人，
而且刚才的一声喊叫，让他不想歪也难。此刻，他的心里既是气愤，又是酸涩，难受得紧。看着面前满座为顾其东准备的晚餐，林一咬着牙自个坐下吃。可一个人吃饭能吃得了多少呢？很快，林一就饱了。他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等顾其东回来。他心里越想越不似滋味，他不愿意去想顾其东背叛了他们的婚姻，可是刚才电话里那个女生一直缠绕在他耳边，让他不得安宁。这一夜冰冷，林一躺在沙发上一个晚上，也没有等回来顾其东。新的冰冷使他已经不能感受到身体的寒冷，他瞧着头顶的水晶灯，突然笑了。倏然，不想解释。今日的清晨有些阴沉，没有一缕阳光。林一站起身，上楼回到卧室，将自己收拾了一下，换了一身衣服，化个一个淡淡的妆。他不愿意回来，不知道在哪里鬼混，他不会去找他。林一这一天像是个没事人一样去了陆氏酒店，酒店停业整顿1个月，酒店里并没有什么人。待不了多久，他就打车去往老人院，他去看他的父亲。顾其东头疼地从陈素素的沙发上起来，闻着满室的酒味，想起昨天的一切，皱紧了眉头。陈素素正好从房间里出来，看到顾其东锁紧眉头，很好心地说道：“昨晚你的女人打电话过来，我接了，她怕是误会了。”说完，也不去看顾其东的反应和表情，陈素素转弯走进厨房，为自己准备早餐。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即使是一个人生活，她也会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爱生活，享受生活。顾其东拿起手机，手指摩挲着上面的按钮，犹豫了一会，打通了林一的号码。林一本来不想要接电话，可是没有忍住，他接了，但是没有开口说话。顾其东也沉默，似乎一下子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也不愿再说，什么话都显得单薄，无法诉说他的心情。其实，顾其东从一开始就知道林一并没有怀孕，他记得他前不久才来过月事，怎么可能会怀孕？只是在他说她怀孕的那一刻，他信以为真，他想他是希望他们之间有一个孩子。孩子不仅是他们之间的牵绊，同时也是他们爱的延续。他接到他母亲的电话，听到他说要将孩子打掉，他心伤，他心难受，难受的是他轻易地可以说出打掉孩子，即使孩子本来就不存过。但林一说打掉孩子的话，让顾其东觉得他根本就不想要他们的孩子。他还说，如果他提出离婚，他便会答应。明明说和好的是他，明明是他说他们要好好的在一起，可一些伤人的话语却时时的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在他看来，离婚原来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心闷，他就想要喝酒。喝酒、抽烟，都是在5年前林一出国后学会的。那个时候，他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他只有靠酒麻痹自己的神经，让自己沉睡。那个时候，他不在他的身边，现在他明明就在他的不远处，他还是要喝酒。手机彼此接通着，谁也没有说话。顾其东心一狠，打了挂机键。通话结束，心里的别扭和难受却没有结束。林一失落地看着手机，他以为顾其东打电话是为了给他解释，他想如果他解释了，那么他就跟他说昨天的事情。可是没有，他不说一句话，冷漠地挂断了电话。顾其东将手机扔回口袋里，站起身走进陈素素的厨房，倚靠在门边，给我煮一杯醒酒茶，我头疼。陈素素转头瞥了顾其东一眼，继续翻自己锅里的荷包蛋。想要喝醒酒茶，就回家让你女人给你煮，别在我这里碍事。顾其东听到这话，顿时冷了脸，盯着陈素素看。陈素素感觉到身后强烈的目光，叹了口气，将荷包蛋煎好放入盘中，转过身面向顾其东，开口道：“昨天你一个劲的喝酒，嘴里虽然一直嘟嚷着什么，可是我耳力不够好，没有听清楚。现在你可以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事，也许我可以给你当一回军师。”顾其东迈进厨房，拿了一双筷子，很有礼貌地问道：“能让我尝一下你的厨艺吗？”
正在陈素素感叹顾其东的君子时，他手中的盘子已经被伪君子给夺走了。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有娶你呢？如果娶了你，我肯定不会得胃病。顾其东吃着荷包蛋，玩笑道。陈素素失笑，我可不想犯重婚罪。我认识你这么久，怎么不知道你结婚了？顾其东惊愕。陈素素拿过顾其东的空盘子，别扯开话题，我明明是在问你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跑到我这里来喝酒。昨晚酒吧生意太好，我挤不进去，所以就跑你这边来了。顾其东，你以前从来不会开玩笑，是吗？玩笑，某人倒是经常开。人有时候是会被影响的。你爱的女人回来了，是不是？她昨晚惹你生气了，是不是？心里闷来，我这喝酒，是不是？陈素素连问了3个是不是。顾其东不语，转身回到沙发上坐下，陈素素也跟着出来，坐在他对面。他掏出香烟点上，抽了起来，白色的烟雾缭绕而上，遮掩了他迷离的眼神。第46章，你根据就不爱我。顾其东淡淡的说了昨天发生的事情，陈素素听得相当的认真。说完，沉默片刻。陈素素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分析道，她不是不想要你们的孩子，只是她心急想要救她的父亲，何况孩子本来就不存过。很正常，她会很快同意打掉孩子。我知道你有一部分原因在气发生这种事情，他没有第一时间寻求你的帮助。你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多理解你的女人，这样你们的婚姻才能长久幸福。我问你一句吧，你还想和他在一起吗？你废话。顾其东，你爆粗口。顾其东这个人其实性格很多变，大多数的时候他都是谦谦君子的模样，有一半原因是模样长得小生，但有时候他是一个极品，就如现在。顾其东将手里的烟拧灭在烟灰缸里面，站起身就往门口走。陈素素喊住他，急忙忙地问，你要去哪里？回家。顾其东回到家，没有看到林一的身影，他找遍了每一个房间，还是没有看到，确定他没有在家里等他。他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心里失落惆怅。他一个晚上没有回家，不打电话给他，他竟然没有一丝的担忧和着急，也不打电话质问他。顾其东忽然觉得很挫败，轻叹了口气，颓废地在沙发上坐下。他坐下没多久，就听到大门开动的声音，他微微一惊，一下子坐直了身子。他看向门口的人，单薄的身子就淡淡地站在那里，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他，有些错愕。这个女人是他的最爱，是他的全世界，很想要跑过去，将她狠狠地抱在怀里，好好的问一问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如果是真的，为什么那么轻易的就可以答应打掉孩子？为什么那么轻易可以答应和我离婚？顾其东苦笑，喉咙一紧，有些苦涩。林一夜没有睡好，心里特别的烦躁，所以他一早就跑出去散散步，然后让最好的自己去见顾其东。他想要问一问他是不是误会了，是不是生气了？还有他昨晚去哪里了？他不在家睡难不难受？林一迈开步伐朝顾其东走去，可正在他抬起脚的那一刻，顾其东猛然站起身，转身往楼上走去，不再看他一眼。他走得决然，背影挺直。林一顿在原地，浑身发冷，愣了几秒，才扬声朝坐在楼梯上的顾其东吼道：“你给我站住！”顾其东的背脊一颤，终是停住了脚步，却没有转过身面向林一。林一心里没由来的气，他快步上前走了几步，深吸了口气。你昨晚去哪里了？还有为什么不会来？顾其东嗤笑，根本不理会林一，往卧室走去。林一看到顾其东对他的无视，心里极是气愤，又是委屈，快步往楼上跑去。一进卧室，就见顾其东正在脱衣服，他怔住了，就那么看着他，见他脱光了衣服，拿着换洗的衣服进了浴室。这整一个过程，顾其东都没有看林一一眼。林一看着紧闭的浴室门，气得跑过去开浴室的门，可顾其东反锁了。气得林一拍打浴室的门，大喊：“顾其东，你给我开门！”敲了好一会儿，
可他就只听到哗哗的水声，根本没听到顾其东哼唧一声。林一挫败地坐回床上，撑在床上的手碰到顾其东的衣服，他顺手地撩起衣服，很自然地低头吻了一下。一股浓烈的酒味，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林一确定这香味不是他的香水味，更加不是什么品牌的沐浴露。那么这是谁的香味？林一怔怔地瞧着手里的西装，手牢牢地握紧，拽得死紧。顾其东从浴室出来，就看到林一怔怔地坐在床边，手里紧握着他的西装。现在他心里烦得很，不太想说话。他随意地擦了几下湿湿的头发，换了一身衣服就要出门。今天你不说清楚，就别想出门。林一见顾其东想要走，气得将手里的西装扔在地上，瞪着顾其东。顾其东摸了摸额头，觉得头疼，冷声道：“你想说什么？说吧。”顾其东，你昨晚没有回家，今天回来衣服上全是别的女人的香水味，你难道不想解释一下吗？顾其东看了眼地上的西装，沾染了女人的香水味。想想或许是陈素素身上的味道，他跟陈素素一清二白，根本不需要解释。你在乎吗？一个随便可以打掉孩子，可以轻易同意离婚的女人，会在意她昨晚在哪里睡，跟什么女人在一起吗？顾其东，你什么意思？林一全身都发颤了，既是难受，又是心寒。顾其东冷笑了一下，看向林一的肚子，低声问道：“孩子打掉了吗？”其实他早就知道孩子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是心里的疼让顾其东认为孩子曾经真的留在林一的肚子里过，只是被他无情地杀死了。林一身形一颤，张开道：“实际你根本就不爱我。”林一僵在原地，瞪视着顾其东，不敢相信他的指控。他怀疑什么都好，怎么可以说他不爱他？他转而看向地上的西装，失了神，胸腔里涌出丝丝难言的酸涩悲痛。顾其东，你凭什么这么认为？他说得极轻，似乎全身的力量瞬间被抽走了，连说话都是吃力的。顾其东瞬间心一颤，心微微颤着，隐约感觉到惶恐，他不禁屏住呼吸。林一抬起头，眼眸清净入水。他看了一眼顾其东，便踩着地上的西装，一步一步地走到卧室门口。林一站在门口，嘴唇微颤，精致的脸庞笼上了一层朦胧的苍白。他手紧握着门把，缓缓地转过头，看向愣着的顾其东：“我很失望，顾其东。”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一把拉开卧室门走了出去。走在大街上的林一看着周边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忽然觉得很迷茫。爱情最重要的是什么？过去林一不懂，现在他知道了，最重要的是信任。你爱上了一个人，恰好那个人也爱上了你，这是一件非常幸运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林一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又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爱的男人真的爱她。可是此刻的她怀疑自己的幸福，心彷徨着，无力着，似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漂浮，找不到地方靠岸。是不是他们真的不应该在一起？他们根据就不合适。第47章，真不适合。顾其东站在寂静的卧室里，手脚发冷。他知道林一伤心了，难过了，需要他的安慰，他的道歉。可是他的心也疼着，谁知道，谁愿意抚慰一下他受伤的心？他爱他，他在意他，才会那么在意他是否在意过他们的婚姻。他从来都是一个骄傲的男人，却在林一的面前什么都可以丢掉，包括他的自尊。可是他能不能多在乎他一点？能不能多为他想一点？他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唯一他最在乎的是他的心。陈素素怎么也没有想到顾其东会再次来他的家里，当看着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男人，他觉得无力。跟老婆有问题就去床上解决，不是老话说的吗？床头吵架床尾和。想喝点什么？陈素素开着冰箱门，问向沙发上的某人。顾其东皱着眉说了一句头疼，陈素素明白意思就是不想喝，他干脆也就不理会他了，自顾自的事情。3更半夜，家里如果有暖暖的被窝，有娇妻在怀，谁会愿意出来？
可就是因为林一没有回家，别墅里面肃静而凄凉，冷冷的被窝顾其东不想一个人躺进去。不是不想知道林一去哪里了，也不是不担心他，只是他跟自己过不去，他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其实顾其东猜得到林一回去哪里，从来他跟他置气了，就只会往陆浩秋那里跑，陆浩秋永远都是他的骑士，站在他的身后。不过这次顾其东猜错了，林一并没有去找陆浩秋，他只是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累了渴了就坐下来买杯水喝，最后他坐在一个给人画人像的青年面前，要求他给他画张画。你怎么都不笑，不笑就不好看了。清风拿着笔无处下手，因为面前的女人苦逼着一张脸，怎么能让他画出好看的？